每一次下飛機到一個陌生地方，不管自己旅遊經驗有多豐富，都還難免有一點緊張。這一次剛下飛機抵達桃園機場的時候，看到中文的字牌，聽到全是說中文的，確實會感到安心很多。不過作為大陸人，更多的是好奇和興奮。上次體會到這種萬物似曾相識，卻又全然陌生的奇妙感覺，還是在去紐約的時候。這邊公車網絡感覺也很發達。我住在行天宮附近，也有專門去行天宮的大巴，131元。這邊是我在飛機場拍的手機套餐價格，我買的是這個台灣大哥大，3天300台幣，無線上網，信號都挺好。剛剛下大巴，然後我發現我住的酒店是和那個在行天宮附近，就行天宮經常在那個台灣的節目上有聽到那個在裡面什麼乩童啊之類的。然後我其實下飛機的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是發現這邊很多人戴口罩，我在其他地方基本上很少有人看到。然後據我了解是因為他們這邊應該是像感冒啊，他們怕傳染給別人就會戴口罩。台北還是挺興奮的，比我去其他的任何的國家和地區都更興奮一點。其實我剛下飛機，還是感覺挺親切的。雖然說，他們是很明顯的台灣口音，跟我們完全不一樣，但是還是感覺，非常非常親切，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走了，我的酒店就在對面，我走這邊好了。我的酒店在对面過馬路，然後這邊有個全家，我酒店就在那個地方。八龍邊，對。4015，然後他說頂樓還有那個可以小零食，頂樓，然後早上有吐司。講這個吐司我還有點不太習慣，吐司感覺文縐縐的吐司。看一下這邊，噔噔噔噔，這邊還是真的是挺溫馨的，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它這邊提供2個，有一個可以插在這邊，然後一個可以帶走，所以說你帶走的时候，你這個房間還是有電的。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溫馨的小細節。挺不錯的吧？哇，不錯，很乾淨，非常乾淨。還有一個小浴缸，有點像日本的那種感覺。然後就是一個這樣的小套間，挺好的，床非常大，可以睡3-4個人。然後有一股味道，看一下，請勿開窗，避免蚊蟲飛進房間。行，就這樣，不錯。我想看看它的天台。上去看看天台，然後這邊有2層水，掃描 QR code。好，我們上去看下天台。這個房間基本上這樣，挺滿意的，挺不錯。就是有一股什麼味道，很奇怪的味道。這邊還有一個支持環保，非常好。我覺得很多很細節的地方。若你想更換床套，請將卡放在床上。OK。平時不放在床上，他就不幫你換。這個就是頂樓的一些共用設施。有一些這種鹹蛋黃，拿一個鹹蛋黃，再拿一些小餅乾。這是什麼？法國柏酥，拿2個。然後這邊有湯。鮮奶，這邊有咖啡，這個咖啡是要錢的嗎？咖啡機無法操作時請客服。這個咖啡是可以，這邊不錯，咖啡是可以那個免費的。看有沒有杯子，飲料杯。这邊還有一個小健身房。
這邊還不錯，還有這個冰淇淋。在這個小小空間，我又發現了2個非常动人的細節。第一個細節，我不知道大家在住不管是酒店還是 Airbnb 的時候，有沒有發現垃圾桶很難找？一般住 Airbnb 垃圾桶都是放在廚房，客廳裡都不會放垃圾桶。然後這邊呢，我剛剛一進來就在找垃圾桶扔垃圾，然後它就放在我床邊上，就是它剛開始放在裡面的，所以說非常貼心，讓我一眼就看到垃圾桶。我真的是90%的時候我找不到垃圾桶，或者是你要去找一下才能找到。然後第二個非常溫馨的点呢，大家知道，你住酒店，你住外面，你不想燒水的原因是这个，你怕这個很髒，然後怕這個是塑料的，用了很久一直沒有換，然後它這個是看到嗎？這個是不鏽鋼的，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不鏽鋼的這個燒水壺，所以說一般不鏽鋼的我才會用，而且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住酒店看到用不鏽鋼的燒水壺，所以說非常讚，非常讚。我感覺是不是我遠離這種非常細緻的貼心的社會太久了，我又發現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貼心的一個地方。大家看，這是我床頭櫃，床頭櫃旁邊有一個這個 USB 的插口，這個也太貼心了吧。因為我一般旅遊在歐洲，還有在北非，然後我在美國沒有看到這樣的設計。台灣，我覺得這種細節真的是做得太貼心了。我下一站去日本，說不定那邊跟這邊應該是有的一拼。哇靠，真的不要太貼心了，台灣，看到嗎？我有住過有這種保險箱的，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地方的保險箱它是幫你先打開的。哎，雖然裡面有點髒，但是我覺得它這個。就是想到你可能就是幫你先打開，可能怕你打開會花很多時間，讓你先打開，讓你看一下，然後你再研究怎麼去弄。哎，這邊還有拖鞋，而且還有2雙。有拖鞋就算了，你還弄2雙。我也算去過50個國家的，差不多50個國家的人。我真的是這種貼心的程度，有看過，但是這個一下這麼多連在一起的，基本上台灣現在是我第一個地方很貼心，我真的是比心，2雙拖鞋哦，一般酒店啊，你去外面住啊，基本上拖鞋很少會提供。剛剛說貼心，還是要。我酒店門口有一個這個薑母鴨，但是是吃火鍋的，我一個人也吃不了，所以你今天晚上就隨便對付一下了。去超市買點吃的，隨便對付一下。買了一個茶葉蛋，13塊，然後這個是一個這個乾的鱈魚片。我想說。講在台灣，然後吃這個茶葉蛋，就想到很久之前有一個梗，就是說台灣人說大陸人吃不起茶葉蛋，然後我覺得挺想笑的，就是為什麼有人會去相信這個事情，會相信台灣人這樣說。當然說，我覺得這個都是一些媒體啊，或者是某一些你知道，去利用這個聲音去製造對立或者是挑撥，就是我感覺非常愚蠢。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當我要來台灣的時候，我有問我一個朋友，這個茶葉蛋還不錯我剛剛嘗了一口，就是說我那個台灣朋友就是說，哦，你要去台灣，然後你可以去看一下台灣，不像那個大陸人講的一樣那麼破爛。然後我就跟他講，我們大陸人不會以為台灣破爛，我覺得真正以為台灣破爛的人都是去寫這個標題，去製造點擊量，
我覺得真正就是有一點腦筋的大陸人都不會說台灣破爛，都知道台灣的生活水平很高，你知道，各方面其實很多地方都是超越大陸的，所以，我其實也就覺得每一個地方的人都會去被一些東西去帶風向，去相信那些聳動的新聞標題，就像大陸人相信台灣人說我們吃不起台蛋，相信這個新聞，然後台灣人會去相信那個大陸人說我們這邊很破，其實根本完全不能說完全，但是我只能說這是一個很小的聲音，但是大眾的聲音都是理性的，都是會去經過腦子思考的，所以台灣是一個我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一個地方，因為畢竟覺得我會覺得非常能夠融入，然後一切都很方便，因為說中文，然後文化上也非常非常，基本上是我覺得是很接近的，非常期待。还有这個抽紙巾的，我靠！我剛剛還在想，我剛剛這邊有弄了一點咖啡因，我想到廁所用那個廁紙，然後發現那邊有一個抽紙巾的，這個也是我第一次住任何的酒店還是民宿，第一次看到有抽紙巾盒，唉，真的是我要嘆氣一下，證明這邊真的是做得太細心了。朋友們，我又有一個驚喜，但是這個驚喜完全是因為我自己可能孤陋寡聞，沒有做過免治馬桶，看到嗎？這將是我第一次做免治馬桶，這個我還不知道怎麼用。用完給大家評論一下。這個18禁，這裡竟然有墊子。我住過無數個酒店和民宿，沒有地方會有這個防滑墊。而且我從來沒有看過哪一家沒用的衛生紙是要拿一個小袋子包住的，看到嗎？這個也太可愛了。那知道一般酒店的這個毛巾都是放在床上的，然后這邊它就直接幫你放在這個浴室的上面，直接放好。唯一一個不好的，洗完澡的時候，因為這個水，它這個好像可以往下，那是我太笨了，因為我昨天是這樣抬起來的，所以水這樣濺過去，因為這個比較小嘛，濺過去就一直灑在這邊，灑在這邊就一直灑在地上，弄了很多水。